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永劫无间手游的音频团队，然后我是来自网易雷火事业群雷火音频部的音频设计师徐礼杰，然后一会儿还会我们一起演讲的我的搭档是来自雷火技术中心的引擎程序王武轩，然后这一次的分享会由我们2个人为大家一起完成。我们永劫无间手游是一款基于端游去开发的游戏，然后永劫无间端游呢是一个资源体量还相当大的一个游戏。比如以我们一个巨窟州的地图来说，我们包含了大概15个不同的不同环境氛围的区域，然后对于像近战武器来说，我们的单把近战武器的资源量大概加上随机会在上百个资源样本，然后我们可能有小10把近战武器这样的一个数量吧。然后手游需要继承端游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量，然后同时还需要去适配手机平台的性能。然后在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手游项目组给了我们一个内存运行时内存的预算是16兆，然后除了一个设备平台的性能限制和预算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算是自己的目标，其实也是整个项目组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吧。我们不希望只是去做资源的迁移，我们希望进一步的去提升效果，然后给玩家带来更好的一个移动端的体验。所以我们也去做了很多手机平台的一些新的探索。我们的分享会分成这4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讲我们怎么去做资源的移植和适配，然后第2部分是我们的空间音频移动端的一个实时空间音频的方案，然后第3部分是杜比全景声的混音，然后最后是一点小设计吧。我们直接就进入正式内容吧。第一部分的那个资源移植和适配会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是WISE 内部的一个规划和调整，然后第2部分是运行时的优化，一会儿会由我的搭档来为大家讲。比较基础的设置，这种是就是在 WISE 中间，我们会去根据平台和声音类别去分配不同的压缩比。然后我们把 default setting 是设到了采样率是36K， 然后我们同时还有一个 default low， 就是更低一点的采样，我们设到了24。然后我们基于不同的类别，像是语音啊、局内外的语音，然后技能、武器，我们都去分配了不同的压缩比。然后第2部分是去合理规划就是 streaming 的使用。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太长的声音、太大的声音直接解压进内存。常规的用法我们也是将语音、音乐和环境氛围去做了一个 streaming 的设置。较长的 loop 我们也会做 streaming， 然后基本上是可能10秒以上的声音我们就会用 streaming 去做加载。然后同时我们会去结合一个优先级和播放数的限制，避免我们同时会 streaming 太多的资源，这样手机平台的 I/O 性能也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比如以寺庙的环境声为例，我们设置了一个播放限制，然后我们在设置优先级的时候会把持续的氛围 loop 优先级设置的比随机的样本要稍微高一点点。所以这样的话，当它触到这个播放限制的时候，它会优先去不播放那些随机，这样避免我们的环境会断掉。然后比较直接的做法肯定就是删资源，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去影响听觉体验，所以我们的删减仅限于就是比较多的随机样本，比如说端游做到了10个以上的随机，我们会去做一些删减，然后同时去降低一些材质分类的数量，就去做一些复用，因为有的材质的区分，其实在手机平台，特别是一些摩擦的那种分材质，其实有的材质是听感上不是那么好辨别的，所以我们去降低一些材质的分类。这样我们可以去减小 media memory， 但是其实我们在 profile 的过程中，这个框好像框的有点歪，就是我们在profile 的过程中，除了 media memory 这一部分，其实还有一部分消耗比较大的是 object memory 这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的内容，
其实它需要通过去简化这个声音的，比如 Actor Mixer 的整个层级结构，以及这个声音播放的整个通路，比如说经过的 bus 的，就是链条上面 bus 的数量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它的使用的参数，以及我们去设置的一些 position 的预设啊什么，去记录这些会消耗到 object memory 的内存，所以我们会尽量去对它做一些简化，就是对于手机平台其实没有必要去用。尽量少吧，去用太复杂的 switch 和 state 结构，能简化的我们也去做了一些简化。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直接的拆 bank 了，然后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使用的情况去做一些合理的 bank 加卸载，避免我们就是没有用到的声音去占用实时的内存。端游一开始的拆法其实就是按地图组件角色和武器来划分的。但是对于端游来说，5到10兆的 bank 其实可以接受，但是我前面也说了，我们就16兆的预算，所以5到10兆一个 bank 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拆法就是说，我们角色有不同的天赋，大招分2个天赋可选，然后普攻也是，所以我们会根据普攻大招，然后天赋的配置去做一个拆分，然后武器我们也会根据普通攻击，然后包括带了魂域才会有的技能的魂域攻击去做拆分，然后一顿操作下来是还没到16兆，然后我们就只好继续想办法去做拆分。最开始我的搭档问我说，你能不能让3人称少播一些资源？对于一个对局人数最大能到40人的游戏来说，如果3人称少播一些资源，确实能起到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就共同想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假设这是大元是一整把武器的资源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1批使用的和3批使用的2部分。那3批哪些声音可以不播？一个是比如随机。除非那个敌人站在面前一直跟你挥一招，你也不会发现他其实只有一个随机在播。然后，另外就是像那些特别弱的收招、蓄力这些声音，除非敌人贴脸给你展示，你也听不到，对吧？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部分资源在3人称里面去做了一个删减，所以最终我们3人称触发的时候会加载中间这个红色的小圆的这一部分资源，然后1人称会把另一部分加载出来，它们合并在一起才是一整把武器的音效资源。在 WISE 内部的实现是这样子的，也得益于我们端游延续下来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1人称和3人称是分了2套 Actor Mixer 的资源，是使用的同一套资源，但是在这个层级我们分成了复制了一份，其实就是，然后以这个匕首的资源为例，1人称我们是完整的资源，然后3人称我们就直接把那些随机取消掉了。然后像这一类特别小的 recover 的音效，我们也是这是一批我们3人称我们的 event 也是同样做了划分的，所以对于这一类 recover 音效，我们直接把3人称的这个 target 就删掉了。所以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实现在 bank 里面，这是我们3人称的 bank， 就是包含了3人称所用到的资源。然后对于1人称的 bank， 我们就把重复的这一部分资源把 media 取消掉，这也是 WISE 的 bank 支持的一种管理方式。我们可以把不需要引用的 media 从这个 bank 里面拿掉，但是它的其他的 event 和 structure 的层级还是保留的。所以这样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组合成一整套武器的资源，然后再让程序帮我们支持一个关联加载的方式，就是当1人称的 bank 触发的时候，同时必须要把3人称的 bank 加进来，这样避免了 media 的缺失。所以最终我们这样优化下来，我们的运行时最终的，这是一局打完之后我截的一个 profile 的性能。我们 total media 是13兆，就是等于我们所有使用到的一场对局使用到的资源，然后一整局里面基本上没有超过
没有到14，好像12、13的样子。然后，但其实最终在游戏里，我们音频的一个整个的内存占用其实是这个 total reserved memory 这个值，它是37.5兆，所以其实最终我们也没有达到一个实时内存16兆的效果，但是 bank 我们还是压下去了。但是这一部分是 WISE 在引擎里面去，优先就是WISE 去预知的一部分内存分配吧，所以这个一会儿武轩会给我们讲到他去怎么去做的优化。其实这个也是从60压下来的，因为WISE 我们直接如果只是拆分 bank 的话，我们13兆的 bank 消耗可能会达到 total reserve 其实会到50-60的一个数量。一会儿武轩会继续补充讲那一部分，然后我们先进入第二部分，就是移动端的空间音频的方案，然后分成这3个部分，就是我们常规的3个部分：混响、反射和阻挡。我们没有用到 WISE 原生的 Spatial Audio， 不是因为它不好用，确实也结合项目的一些开发情况和平台的性能要求啊等等，然后我们最终是重新去设计了一整套方案。然后混响的这一部分，我们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是实时混响，一部分是卷积混响。实时混响我们是覆盖了全地图所有建筑，然后它是整个图通用的一个混响，它可以响应房屋的破坏。然后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像落日寺这样的，相对比较就是量比较少的吧，一种特殊空间来说，我们会对它做了一个单独的混响的表现，因为我们希望它表现得更真实、更细致一点。然后实时混响的部分，我们用到的是 Matrix Reverb， 然后加上了2个 RTPC 的参数。这2个参数是分别控制了混响的混响时间和一个失声的大小。然后这个参数是由程序实时去做物理运算给到我们的，所以一会儿也是会做讲解。然后卷积混响这一部分，我们用到了一个自研的卷积混响的插件，然后加上我们实际会去对我们的游戏场景做一个冲击响应的模拟，然后实际去采样了我们游戏场景来做的一个卷积采样，然后加上一个特定的区域触发，就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哇，我真是太喜欢了！刚刚是2部分的混响的一个游戏内的效果，然后那一部分是我们把反射的效果关掉了，就是纯录的一个混响的一个表现。然后第2部分就是我们用到的反射，我们分成了3个部分，一部分也是用来做全图通用的，覆盖整个地图。然后我们是通过程序去计算的，根据权重去计算的反射点，去播放我们的反射的 source， 然后再通过反射参数去控制这个 source 的一些传回来的衰减的效果。然后，但是对于一些远程的武器，我们直接用它的干声去表现一个反射，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特别是在室外的时候。所以我们为这一部分就是远程的武器，我们单独做了尾音的样本，室外的尾音，然后再通过 RTPC 去控制它的能量，同时它可以跟通用的反射去做一个叠加，所以这样我们如果在一些室外进入室内，然后室内还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它是有一定的叠加效果的。
然后第3部分是特殊区域的尾音，就像一些山谷，以及我们矿洞有一个4面环抱的山谷。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概念里会觉得声音其实应该有相距一定间隔的从远处传过来一个很明显的回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通用反射是没有办法覆盖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实时计算那么远的距离，性能会吃不消。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是单独去做了尾音的样本，然后在我们固定摆放的位置去做一个播放。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它变钝了。然后第3部分是阻挡，这一部分我们做的比较简单，因为运行时去算这么多的1人称和3人称之间的信息计算，比如厚度啊、材质这些，确实也手机平台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其实只做了一个有和无的判断。然后我们在混音上的做法就是衰减频段，但是尽量不去损失音量，因为手游有一个听觉提示，就是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地图上会有一个小小的提示，所以我们不能让阻挡的损失和视觉的提示产生差异，所以我们尽量让它不去损失音量，所以我们在后面其实有阻挡的时候，稍稍还抬高了一点点音量。最终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视频。极阴之力，毁灭一切。然后接下来请我的搭档给大家做一些补充的讲解。大家好，我是来自雷火事业群技术中心的王武轩。接下来给大家从程序的角度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永劫无间》手游上做的事情。那刚才我搭档也讲到了，他说从音频的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是怎么来去优化我们的这些内存的这个占用的是吧？那它有它的限制嘛？它从工程里面做到了极致之后，发现还是有些地方它是优化不到的。那就从我的角度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用量与 I/O。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说我们的给我们的整个的 budget 是16兆。那当然我们可以做到说16兆，那甚至可以做到0兆，对吧？那我们全部都不要加入到内存里面，我们用到的时候再去做 streaming。但是这样的话，在手机上它就会让它的 I/O 变得非常的大。那 I/O 大了之后呢，手机就会发热，发热之后最终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功耗表现，然后整个游戏还是会非常的卡，这就相当于做了负优化嘛。所以这个用量与 I/O 也是我们一开始去考虑的一个点。那么
所以就下面就讲到说，streaming 还有 SoundBank 的管理，还有动静态的这个分离，包括 LRU 都是为这个用量和 I/O 去做平衡的。那 streaming 刚才李杰也讲到了 ，SoundBank 的管理，这里是我们会对这个 Bank 去做一些预处理，一个是方便运行时的引用，还有一个就是方便运行时的时候去评估它的这个可达性。就比如说这个 Bank 我们评估到说它已经不再被使用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放到一个 pending 里面，当需要下一次被卸载的时候，它就会走掉。然后就是动静态的分离，我们有一些 Bank 像 UI 啊，像脚步声啊，这种就是明确它要常驻的，那我们会在离线的时候对它进行一个标记，那它运行时的时候就不会去参与到我们这个管理，节省一部分 CPU 的损耗，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是去达到这种 I/O 和用量上的平衡。然后就是 LRU， 我们会根据各种条件去设定说这个 Bank 的淘汰机制，让它更积极的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内存不足了，它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更积极的进行释放。当内存还算比较宽裕的时候，它就可以说在内存里面进行一个常驻。然后就是内存的分配器，刚才李杰也说到了，说它Bank 即使优化到了13兆，但是 total reserve 还是非常的高嘛，有最高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可能有60-70兆，那其实是跟它的这个 WES 它默认的这个 RPMlock 有关系。我们中间尝试过非常多的版本，我们有尝试过说把这个内存分配器换成 Unity， 我们引擎用的是 Unity， 我们把 Unity 的这个内存分配器的这个接口暴露给 WES， 让 WES 去使用，但Unity 的它那个 Mlock 的这个机制跟 WES 还是不太搭，我们最终试下来之后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就也尝试过用其他的开源的这个 Mlock， 但最终我们的决策是在这个 RPMlock 上去做了一些分级的机制。我们在一些内存比较小的手机上，比如说 iPhone 8呀，或者是安卓上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机器上，我们会用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些就是压缩方案。牺牲一定的 I/O， 但是起码说就是我允许你做更多的 I/O， 但是你的用量一定要小，因为在这些手机上，你的这个内存的占用一旦大了的话，它会操作系统会把这个 app 直接 kill 掉，这样的话游戏就崩掉了，我们是不允许的，一定要是先优先玩家去跑起来，这是在内存上面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性能的优化，首先我们游戏刚才也说了嘛，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对象。角色有很多，环境也有很多，然后武器也有很多。那我们这是延续端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象池，我们会去复用里面的这些对象，无论说是 AK 的 Game Objec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Struct， 我们都是在一个池里面去进行管理的。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释放或者是不必要的重建。然后就是 Tick Rate 的这个策略，我们对这些 Object 的这个更新，我们是基于优先级的。很多的策略去决定这个优先级，比如说距离，比如说它的重要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像比如说一个极远的一个 object， 那其实它的位置更新和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更新，我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可能就会去跳帧更新，比如说5帧或者是10帧左右才会去给它更新一次。但是像一人称的角色或者是角色旁边的队友敌人这种话，就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层级里面，比如说2帧更新一次，或者3帧更新一次，或者是甚至说当帧更新、每帧更新这样子。然后就是复杂系统的平替，像我们这个游戏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游戏啊，那它这个地图也比较大，然后环境也比较多。刚才李杰也说了，说这个环境声系统就比较难做嘛，因为就很多个不同的环境。那像脚步声啊，像就包括环境声系统，它都是在端游里面做的是蛮复杂的。我们在手游上都对它进行了一些简化，不然的话，无论是CPU 还是这个内存占用，我们都是不可以接受的。然后就是 Simple Rate， 很多项目他们默认都是48K 赫兹，这也是 WES 给的一个默认。但我们就发现说，在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机器上，比如说，哎呀不好说是哪个手机吧，反正就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设备上，然后很多原因啊，我们反正就测下来了，就是在一些其实就是安卓机，苹果一般没有这个问题。对，然后就是它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它这个手机可能自己不行啊，或者是它就是太老了，是吧？我们没有给它优化特别好。然后我们在48K 赫兹下去渲染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这个 word starvation。然后我们就给它强制降到了这个24K 赫兹，或者是更低。它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后面的时候，我们的技术总监
就应该是我们雷火的这边的最大的这个大佬，在技术这方面，他会定期的对我们这些基本上每个游戏他都会做一次 profile。他有在前段时间就是 profile 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声音在降频的这个模式下，就是在一些比较矬的机器上，在用24K 赫兹去渲染的时候，功耗反而会比其他的项目会高。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有一些手机上，它会对自己的声音的要求会比较高。它发现这个 application 下发的这个采样率是不符合它的这个手机默认的设置的时候，它会去给你做一个上采样。那这个上采样的话，其实就跟这个 OEM 厂商提供的这些，它可能自己的实现各有不同啊。反正最后的话功耗反而是上升的。那这个我们在后续也会去做相应的优化。然后就是梯度计算，我们会把计算尽量的分级，然后其实就是剔除策略。我们会评估说，这个计算比如说分1、2、3步，我们会在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判断说这个声音的可达性，或者说这个声音的必要程度，或者说它还需不需要做2、3的这个计算。如果说它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提前把它打回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去省一些计算。那很多游戏里面他们其实是不会做这个的，他们就是只会说啊，那你这个声音既然没有必要的话，我就还是继续会保持你的渲染，但是我会让你的声音变成0。那在我们手机上的话，我们连这一步我们都不需要，你不要渲染了，我们就直接提前把你 Q 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利用了这个 temporal， 然后还有小核心和多线程。什么是 temporal 呢？就是这个其实是在渲染上的一个很成熟的解决方案，就是 TAA 嘛，就是做这个降噪的。那什么是噪声呢？其实就是采样率不够。我们用480p 或者是480p 或者是1080p 吧，最后你要渲染到一个2K 或者4K 的屏幕上，它肯定会有噪点。那 TAA 的思想就是说，我每一个像素我都按抖动的方式去算48帧，但是这48帧是在过去的48帧里面去算，最后累积到一个像素上，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它的这个，最后去做一个融合，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个噪声。那在声音上也是这样的，就我后面在空间音频里面会讲到我是怎么去设计这个 temporal 的。然后就是小核心，我们手机上是分大小核的，那大核的话一般都是供给主线程用的，我们做一些就是比如说物理啊，或者说是动作之类的这种东西，它就是对帧率的要求，对计算的这个延时会比较敏感的这些事情，我们会大核心。但是声音它其实很多计算它是可以延后的，它是可以去做这个在这种可以容忍的情况下去做这种高延迟的处理，因为本身我们也还要做这个 fade in fade out， 我们何尝不说把计算也放慢一点呢？然后就是多线程，那多线程肯定是吧？就是可以把计算平摊到这些小核这些多个核心里面，这样的话所有的核心它的这个计算频率都会变得低，这样的话发热负载都会变低。但是也还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simple rate， 我们调低了之后，发现整体收益是一个负优化。包括我们说大量的去压榨这个小核心和多线程，它最终还是会对手机的这个温度有一个反噬。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长期的这个验证和这个 profile 中积累经验，然后去最终有一个我们合适的一个策略。然后就讲到空间音频的技术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我跟徐礼杰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这个游戏我们要抓紧跑起来，我们随时都要上线，所以说音效表现的优化反而是放到后面的，但前提是一定要说游戏的基础是稳定的，内存一定要小 ，CPU 一定要小，所以我们在想要说是去优化这个表现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要有的，说什么呢？不与基础音效的管线耦合，也就是说，你不开启空间音频的时候，你的基础音效是跟你设计这套空间音频技术加进去之前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开销小且稳定，能适应场景的动态。我们的场景是有破坏的，我们场景也是比较复杂的，有很多种大小不同的房间，还有很巨大的这种建筑，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方便设定和配置，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其实是后面还是要去做长线的迭代的，我们还是要为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向上开发还是向下开发，都要就是向更高的设备上开发，向更矬的这个机器上去做设定、去做适配，都是要去能够提前预留这种配置的。那我们空间音效的这个核心，就是我去定义什么是空间音效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生成一个与游戏内容实时匹配的 audio scene， 这是第一步。就你首先你要给这个声音计算提供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得有这个 audio scene， 在 audio scene 里面计算模拟最终描述空间音效渲染所需的数据。你这个 audio scene 长什么样，就是你自己定的嘛，根据游戏的实际。但反正你最终在里面做的这件事儿就是计算和模拟。
你所要渲染的数据。我们有哪些 feature？ 刚才李杰也讲了，一个是早期反射，一个是后期混响，然后是尾音。参考哪些技术方案呢？其实我们分成离线和实时两趴，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成离线或者是实时的，但是可能就是我按照我的这个理解去做了一个大概的分类啊。比如说像离线里面有提速的方案，提速就是把你的这个场景分成一些均匀的这个单位体，然后你在这个单位体里面预存好这些空间信息，然后你在游戏中跑的时候，你直接去读就好了。但这个肯定对我们游戏不适用啊，因为我们内存本来就不够用。然后就是我们场景里面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动态，就是我们随时会改变这个空间结构。那这个提速它离线写死的方案可能对我们不合适。下面还有这种 probe 是吧？就是在渲染里面是比较成熟的方案，做全局光照的时候也是跟提速有一样的问题，只不过可能它对内存稍微友好一点。然后就是 trigger 肯定也不行了，我们场景太复杂了，到时候挂接啊什么之类的，肯定你要是确定用 trigger 方案的话，肯定会死一个人，可能是死车话，可能是死音效师是吧？大家都会累死掉。然后就是实时的话，你看像 West 的这个 Spatial 这个方案，应该就是基于这个几何的模拟是吧？然后还有波动的模拟，但波动的模拟这个在手机上肯定也扛不住，这个计算量太大了。我们先去确定一下需求，跟音效师沟通下来之后，早期反射它需要的参数是一个反射距离、反射的强度，还有顺态性。它通过这3个参数，它可以去让这个反射达到它想要预期的效果和它的这个动态。然后后期混响的话，我们就去算这个 RT60，还有这个空间的复杂度，这2个就可以实现它所需要的混响的这个参数。然后尾音的话就只有一个，就是空间的开放度，就是比如说我面前有一堵墙，那我开一枪之后，我这个尾声应该是除了这个墙的方向都传过来，比如说两边和后边，那转个角度也是一样，这个也是尾音要去实时计算的这个地方。很快我们就做出来了第一个这个 demo。就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参数，我们在这个 demo 里面都进行了一个实验。稍等，播一下这个视频。喂，怎么没有声音？在这个 demo 里面，我们其实就模拟了《永劫无间》里面大概会遇到的空间场景，就 terminal， 然后小房间啊，然后大的这个房间。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左下角有一个这个小地图，这个小地图上的这些有很多红红的点，还有这个绿色的，它代表了这个空间的信息啊。然后它的这个更新，你可以发现它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有一个延迟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考虑说，要在给手机上做的情况下做哪些优化了，就是它这个计算是有延迟的，然后是多线程的异步的这样子。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 demo 里面，我们是用体速做的。我们看到的这些看到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框框，它这个圈圈啊，它里面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像素。小像素的话呢，它在3维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体速。我们一开始是打算用体速来实现的，后面发现不太行。因为永劫场景还是蛮大的，我们用体速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体速，你无论是用高精度还是低精度，它都会出现这个 overdraw， 就是红色的点就代表说这2个体速之间有重叠，有重叠就代表说它在这个空间计算这一步它做了重复的计算。那最终我们就决定说用这个体投影的这种方式，我们基于这个 Xfree 体投影构建这个一阶的声学空间。对，我们的声学空间是1阶的，就是没有2阶的反射。那其实我们发现够用了。为什么用它呢？就是说它体投影的话，它是每个面它都可以去做这个等分，然后可以无限的细分的。就是你想要多大的精度，我就可以给你分到多大的精度，而且这个精度是可以离线去预处理好的，你运行时的时候就只要切就好了。那它比体速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说它没有 overdraw。你看它上面一个重叠的区域都没有，这样的话你的计算就是最高效的。下面就是它的这个细分嘛，就是不同的阶数它会有不同的精度。系统设计，
刚才讲到了体投影的这个优势，就是你可以用任何的这个体，它只要是包体，你都可以去做这个投影，比如说正方体或者是其他的四面体。那体投影的优势就是面彼此独立，可以利用多线程，就是我这个面我可以放在一个线程上，我这个面我可以放到一个线程上，我这个面可以放到一个线程上。那面受朝向可分配不同的优先级，匹配相应的算力。就我把这个20面体放在我的头上，对吧？就是听者的这个位置，我去做这个空间的计算。那我其实，我更希望说我的耳朵两侧朝向的那个方向，它应该匹配更多的算力。那我脚下和头顶的这个方向，它就可以不怎么分配算力。就是你当然你需要告诉我说上面的高度信息和下边的高度信息，但你没必要算的那么精确，是吧？然后就是它的那个面可以细分或者退化，然后拓扑结构可以挖掘非常大的这个优化空间，就是上一页里面有啊，就是这些就是它细分完之后，在这个三角形里面索引嘛，比如说这个叫0号、1号、2号、3号，那它其实的这个位置你是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分的这个阶数，你是可以通过一个算程很快就能算出来的。就是我想要这个，那我很快就能根据一个规则，它是第几号，然后就能直接得知它的位置。所以这在计算的时候对这个非常的友好，因为你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这个算法就可以算更多的这个三角面的话，你对这个无论是 cache 还是 CPU 都是非常友好的。然后为什么用这个20面体呢？它的优势就是说它在低阶的细分下也能保持较好的空间描述力。就比如说我用正方形的话，它在低阶，比如说只分1节或者只分2节的时候，它算这个空间是非常模糊的。那我用这个20面体，它其实是可以去有更好的空间描述力，在低阶的情况下，然后就是它在某一个特殊的旋转角度，它可以分出 top、bottom、middle， 就是它可以分出来一个头顶的空间，然后四面的这个空间，然后还有朝下这个空间。那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朝向上去多分配一些算力，多分配更高的精度，然后在头顶和脚下就是可以稍微说可以低精度一点。然后这个视频就是展示算力的分配吧，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球我稍微等一下解释。那这个小球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它像是在引导这个多面体，它在引导它去分配它的精度。你看它朝向的那个位置，永远这些面会去做更高的细分；背朝它的那个部分的话，就可能会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简陋的一个面。那这个小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着我们游戏中的不是渲染吧，就是权重倾向。比如说角色目前的朝向，比如说现在的空间分布，比如说我这个球探测到说我这边有一堵墙，我这边是完全是空的，那我这边没有必要分配算力，我对着空的算啥呢？所以我只需要算这边的这个有墙的这一面，然后我可以更快的在这边找出来反射点，更快的在这边算出来这个混响的数据。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演示，就是说这个算力的分配。这张图呢，就是说我怎么把这张大家注意到这个小人啊，是因为我们开发中的这个游戏，所以有些东西是需要遮掉的。那这个就是最终投射到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一个 profile。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边有 bug， 对吧？我们把空气墙也投上去了，对，这是我们一开始做了可视化之后导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多面体投射到场景中，然后对，这个 audio scene 就被建立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可以通过计算这个每个四面体的体积啊，然后三角面的面积啊，就可以拿到我们必要的一些数据，比如说 RT60啊，比如说混响强度，或者说是我们已经在这边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反射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生成反射点。在计算这个空间信息的这个系统上，我们做了哪些优化呢？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是在 Job 里面去完成的。那 Job 就是 Unity， 应该是什么游戏引擎里面都会有的，就是对于多线程计算任务的一个抽象。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核心的计算都放在了这个 Job 里面，就是利用这个多线程。然后我们会给这些所有的 Job 分配一个最低的权重，那强制它跑到小核心上。我们对延迟不敏感，所以我们就替其他的模块，比如说物理模拟，比如说渲染，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啊，我们去做一个让步。还有就是无效的 job 剔除，就我刚才有讲说，
左边都是空了的情况下，那这边的 job 就不要分配了，就一是不发出，二是发出之后它很快就被回退掉，它就不要再去浪费这个计算小核心。算法的优化，在我们这个计算里面，我们会用到大量的这个随机数，但是我们用随机数说，我们只是说希望把空间更多的进行一个均匀的细分，我们并不是说真正的在某一帧里面需要一个真正的随机数，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这个 random 的。然后很多 random 它的实现其实也是需要同步的，我们没有办法在多线程里面实现，那我们就离线的去做这个霍顿序列，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均分的一个数据序列。然后就是三角形的索引，刚才有讲过，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 trick 去在运行时的时候去加速我们的这个三角形的索引。不规则体积的估算，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讲，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其实就计算了它的这个空间的体积和表面积。那其实在这里的时候，如果说你是每一个三角面都去算的话，你这个成本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是我们也是用了一些估算，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尺度下，这个估算是比较接近于这个真正的你去实现这个计算的。这是它的整个程序框架。我们在主线程里面，就只做3件事，一个是设置参数，计算的参数，然后计算完之后，我们会去拿它的这个 data， 然后 set 给 WES， 就比如说 set RTPCA， 或者是发射一个反射，或者是设置一个混响。那所有的刚才说到了嘛，所有的计算都是在 job 的这个线程里面。比如说我们会去准备这个射线，当然这个准备射线，不同的项目有自己不同的实现，你们可能有不同的物理系统，但大概都是一回事。会去发射这些射线，然后这些射线他们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结果，有的打中了，有的没打中，或者是有的打到了一些遮罩被剔除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空气墙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最后我们会去做这个空间的这个计算。空间的计算是啥呢？我们是分梯度的，就是我刚才有讲的说我们会去做梯度计算。我们第一步会去做这个 reflection， 就是反射的这个计算。我们这个反射计算会有2种结果，一个是它有反射，一个是没有反射，可以这样理解。简单来说，那它如果说没有反射的话，那这个 job 就已经结束了，它就直接退回了，没有必要再去参与后边的计算了。那它如果有反射的话，我们会去算它的这个 tail。有 tail 的话，跟这个前面也是一样的，它会去做一个数据的合并，然后去做这个最终的混响的计算。因为这个混响的计算其实是开销最大的，因为它里面要去算体积、算面积，然后算 RT60， 算其他的一些东西。最终它会把这些结果拿回来，然后写这个数据。写这个数据之后，就是其实是为了减少这个数据同步，也是为了减少 I/O 嘛。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 job 进行一次合批，大家都算完之后，然后整体的进行一次回写，然后回到主线程去完成这个给 WES 进行一个数据的同步。实现的优化，我们去进行最简单的是我们简化了曲线，因为你如果说音效师去拉一种非常复杂的一个曲线的话，就意味着说我们的这个计算也是要去匹配他们的这个曲线的复杂度的。那我们就沟通下来之后，让他们去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曲线，然后我们的计算就可以被宽容一点，精度可以不用那么高。然后我们的反射是基于 Run-Buffer 实现的，我们会去把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声音提前被 catch 住，然后在播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去播一个重新把这个声音去播一遍，我们只是会把之前 catch 住的那个 data， 然后再去播出来。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省嘛，就是你原本说，好多人在那边群战是吧？比如说大家挥了15刀，那你在实现反射的时候，你还要再播15个这个挥刀了，重新播一遍吗？那其实不用播，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Run-Buffer 去一次就可以搞定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 Run-Buffer 写进去的数据之前，其实这些声音它都是经过了这个像距离衰减啊、像遮挡啊、像什么其他的这些，都已经实现完了一遍的效果。那你在这个第一人称听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效果在里面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内存是可控的。我们这个 Run-Buffer 它的这个大小就只跟一个参数有关。假如说这个采样率是写死的话，就只跟距离有关。那我们就觉得30米的反射就够了。那我们这个最终算出来的这个说约等于的内存就是这个0.017兆。开销取决于最大的这个反射数量。手游的话目前是3个。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反射面就是有多少个我们就打多少个这个反射。后来后来发现就太多了，然后效果也不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
我下面会讲，就是最终我们反射是这3个事儿是怎么定的。还有就是 rain buffer 按需激活，那就我刚才也说到说，我们只会把我们感兴趣的声音写到这个 rain buffer 里面。那像不感兴趣的声音，我们就其实没有必要激活这个 rain buffer。这个 rain buffer 就是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比如说玩家这个时候他是在跑步、跑图，那跑图的时候那脚步声你啪啪啪你跺，你不需要这个反射，对吧？那只有在你打挥刀或者开枪的时候才会需要。那这个 rain buffer 在这个时候它是静态的，啊。下面也讲到说，最多3个 emitter 实现全部的早反。我们最终觉得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是哪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角色的左耳和右耳上，我们会去真正的生成2个反射的这个 emitter， 它会算的比较比较模糊吧，因为它会去把周边的这几个反射点、反射面的这个信息笼统到它的一个点上，然后就是去最终播这个声音。那怎么实现呢？是这种动态呢？就是这个用它这个扩散嘛，就是这个反射面如果很大的话，那我就这个包罗感就强一点；如果是一个小点的话，那就是小点了。然后其他的这些左右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们全部都用一个 central， 就是一个只有距离信息吧，就只有一个距离信息，它没有实际的这个方位，去实现了一个这样的反射。就比如说你前面和后面有墙的话，那你其实就是全部都涵盖在这个 central 里面。那实时的部分其实就讲完了，我们在游戏中实现的这个混响和反射。那其实刚才李杰有讲过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空间，就像洛日4那种很大的那种空间，那我们这个一阶的这个混响和反射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表现它这个宏大的这个建筑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只能用 trigger 了，就是还是得辛苦一下这个音效师或者是策划。但其实还好，一个场景里面没有多少个，所以他们挂一挂也就那样的。我们自研的一个混响的卷积混响的一个系统，我们会，作者其实今天也来了，就在我们后边，就是我们同事。那个为什么要自己搞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游戏的迭代，我后面会有很多个场景，然后这每一个地标的建筑呢，它又找的都是非常的差异化。所以我们很难说，就是从别的渠道说找到一个合适的 IR， 然后就能挂进去，然后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效果。然后就是我们对内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嘛。我们这个 IR 本身它就是相当于一个 source， 那我们不可能说，而且它还是一个需要场住的一个 source， 那我们可能不太能接受，我们可能还要自己去控制这个成本。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场景里面的物理信息提取出来。然后自己去轰，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的每一个点都是代表的说这个点上当前的这个混响强度。最终我们会写到一个 IR， 我们自己定义的 IR 啊，就是这个数据结构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然后我们在运行时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插件去实现，我们就非常简单，就是用 trigger， 像这个 A trigger、B trigger、C trigger， 那是啥呢 ？A trigger 就是一个保底的 trigger， 说这个角色只要进来了，它就要开始去触发这套机制，因为我们有些角色像迦南，它是有这个瞬移的，它可能会瞬间突破这个门进入，就是别的角色可能就是走这个 B 就代表门啊，刚刚没讲，他进来之后他就会有这个混响。那像有些英雄他是有这个穿越的这个技能的，所以我们 A trigger 其实相当于来说做了一个保底。还有就是刚才李杰给大家看到了这个峡谷的那个开枪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那个是咋实现的呢？就是我们在需要有混响的区域呢，放了一个 C trigger， 然后这个 A trigger 还是刚刚说的那个保底的那个 trigger 嘛，就是有些英雄呢会有瞬移，然后在 B 的这个两头，我们摆了2个真正的 emitter， 然后你在 C 区域开枪，然后就会在 B 上会响这个，这个呜呜是吧？未来的开发方向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段时间刚刚上线的一个产品，而且我们会持续迭代，未来很长的时间就要持续运营的一个产品。我们未来的开发方向在音频这块，一个是极限下探。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次 profile， 我们目前可能是在一些 iPhone 11可能 10上都是可以畅玩的。我们未来可能就是要说更老一点的机器，我们甚至说也可以让你玩上去。
然后随着我们游戏的这个迭代，可能会加更多的玩法，更多的啥，我们都是要去能够支撑这个的。比如说现在，40个人的混战是吧？就我们能扛得住。那以后如果说有更多呢？还有就是我们游戏是其实同期 launch 的，还有这个模拟器，模拟器就其实是在电脑上玩。那我们在这种设备上，我们可以允许一定的这个资源的增加，内存啊、CPU 都可以。那我们在这个高端设备上，我们要持续的上探它的品质，这是未来的开发方向。然后接下来由我搭档继续为大家讲，谢谢。然后还有2部分，一部分是移动端的杜比全景声混音。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杜比全景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声音定位是有比较强需求的游戏。我们对声音定位有比较强的需求，然后杜比全景声确实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带来提升。一会儿我们会有视频的演示。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它的接入挺简单的，而且高效稳定。我们整个接入其实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然后很快就完成了。可以听一下这个方位的对比的一个效果。就交给我吧。OK。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因为今天是一个立体声的回放，所以我们录的视频是HRTF 的一个效果，就直接通过手机录出来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体验我们刚刚那样一个切换。我们在设置界面都有开关，然后就是其实可以感受到它的开关的切换还是有明显的一个位置的感受上的变化的。就是我们觉得在没有加入杜比全景声的时候，它在侧面的一些转向的范围之内，是感觉是有一些盲区的，包括然后那个水流的一个高度变化，我们在全景声的情况下也是能够感受到它有一个变化的效果。但是如果关掉的话，它这样一个高度信息也是没有了。所以对于我们的游戏来说，我们觉得它对于我们判断敌人的方位还是有一个提升的，所以我们就做了杜比全景声的接入。然后它的接入也非常简单，我们简单的带过一下，就是这都是按说明书做的，就是 bus 我们分 Dolby Atmos， 然后 Audio Object 和 Stereo 的 Pass Through， 然后挂上插件就 OK 了。然后 Audio Object 这一部分我们是只走了角色的脚步声，然后就 OK 了这个接入。另外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source 去持续的保持我们的 Dolby Atmos 的插件的激活，因为如果我们的 Atmos 总线没有声音去进入的话，它过一会儿它就会关掉了。然后我们不希望在手机上它有一个开开关关的行为，所以我们用了一个 silence 的 loop， 让这个插件持续的去保持激活。
接下来就是关于全景声的杜比全景声的总线分配。这个其实最基础的想法，我们就是2D 走 pass through， 然后3D 走 Dolby Atmos， 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想法，反正。然后，因为我们是继承了端游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之前在 Xbox 平台做的时候，我们也制作了一些多声道的音乐和4.0的氛围铺底，然后再把它迁移到手机平台之后，我们其实有去考虑要不要去做一个保留。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看个人感受吧，因为多声道的音乐有人会喜欢那个手机外放的一个全景声的渲染，然后也有人不喜欢，会觉得它太夸张了。我觉得这个看个人感受，但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考量是基于我们希望将局内的声场留给敌人的就是战斗的部分，这样如果我们把环境和音乐也去走到 Dolby Atmos 的总线上的话，我们会觉得它有时候会对声场有一个占用，会跟敌人战斗有一定的冲突，所以我们倾向于局内的音乐和环境都避免去占用这样一个 Atmos 的声场，所以我们把局内的氛围铺底和音乐最终还是走的 pass through 的总线。然后我们其实可以在局外去做一些拓展的表现，来利用全景声的声场来增强局外的一个表现力，会更合适一些。最终是一个我们整体的战斗效果。准备就绪。看胡桃的，败在本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幸。哼。胡桃的，败在本小姐手下是你的荣幸。然后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做了一些额外的探索吧，就是一些小尝试、小设计。然后这一部分是我们英雄展示界面的一个 HRTF 的效果，这个也是设计和实现来自我们的另外一位技术音频。就是我们角色展示的语音会跟随我们角色的转动，产生一个方位听感的变化。然后实现上的话，就是我们将所有的语音先汇总到一个2D 的这个 bus 之后，将它重新分配给4个 aux bus， 分别是左右的 delay 和 direct， 然后再通过判断我们角色的这个转向来控制它们左右直达和延迟的一个分配，然后左右是通过 panning 和一点点的 delay 来实现的，再加上我们的 low pass 和 voice pitch， 最终实现的效果。翻过了，这儿。苍狼要开始狩猎了。吾乃天海，允族云游者。怎么还不开始？本小姐等不及要庆祝胜利了。朋友，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行走江湖，义气为先。
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现在，有问题吗？您好，刚刚有看到您分享一些关于混响方面的，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考虑过关于混响融合方面的一些方案呢？就比如说，敌人可能在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内开枪，但是我会在比较宽阔的室外，我去听他的枪声，那么我会不会听到这个混响，它之间会有一些融合呢？我们的混响，我们的所有空间音频其实是基于1人称去做计算的，所以3人称我们不会去计算它实际所在空间的混响。但是刚刚武轩其实讲过了，就是我们是通过 Rain Buffer 来实现这个效果的，所以我们其实是默认已经记录了这个空间里，就是我能听到的所有发声体的声音，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汇总，所以当它在一个远距离的其他空间的话，它会经过一个距离衰减和我们设定的其他阻挡效果，首先传到我这里，然后它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再去做空间音频的这一套运算，所以它其实计算的是我所在空间的混响，所以会存在一些问题，就比如像你说的，其实我在室内，我在室外，它在室内是还好的，因为它如果计算我的空间的混响，其实是没有混响的，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大家会觉得可能会产生奇怪的效果，就是我在室内，它在室外，然后它传过来的声音会响应我的一个室内混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其实就是相对把它调得小一点点，让它不会太夸张，再加上它的声音传过来之后响应一点点我的空间的混响，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你说的，混响的传递，就比如说我要去算它的混响，再通过比如 Voice Spatial Audio 那种做法，通过 Portal 传过来的这样的效果，确实是我们手机上的性能是吃不消，但我们可能未来会在端游的平台去，就其他项目的端游平台去拓展我们的这一部分。好，谢谢。